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近况曝光，原来陈晓那句无心之语竟暗藏深意。赵丽颖从河北小城到事后巅峰，历经质疑与荣耀，如今以实力回应一切。她放弃浮华，专注角色，却在向阳花遭遇滑铁卢，演技被批浅薄。面对争议，她依然倔强前行。正如陈晓所言，她弯得了，但绝对撇不掉。双引号，赵丽颖获得事后6个月后，再看她的现状，才真正理解了陈晓当时那番话的价值。花儿总有凋谢的时候，人也没有几个是完美的。去年赵丽颖一口气拿了2个最佳女主角奖，真是风光无限啊！外面的人都在给她鼓掌，花儿像下雨一样落下来，真是的，她就应该享受这份荣耀啊！河北廊坊的一个小地方蹦出来的一个小人物，没有背景，师傅也没有踪影。先是在群众面前演了一场戏，后来就成为横店的常住居民了。一路走来，导演老是骂个不停，同行们也找我茬，黑子们更是像疯狗一样咬我。他面对高山就攀登，遇到河流就跨越，全身心投入每个角色，将作品视为自己的天地，默默努力，最终在生活的大舞台上成为无人能敌的高手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外星人一样，不再走红毯，也不再展示身材和美貌，而是穿着舒适的休闲服装，面带自然清新的表情。这样的形象被中央媒体专门报道了，眼神里透着一股热忱劲儿，一开口就能讲得绘声绘色。不管是讲过去的事儿，还是聊角色的故事，你才晓得那些风光都比不上在中央媒体当一次榜样那么实在。赵丽颖的蜜月期还没过半年，又被新一轮的口水声包围了。赵丽颖对向阳花这个事情特别在意，理发之后人都不一样了，干脆不要报酬，换成股份。最后票房好，大家一起分蛋糕，名字光明正大的排在出品人里，跟爱奇艺的老大公寓和中影的傅老大一起排坐。一出场就把郝秀萍这个角色演得栩栩如生，眼神中透露出坚韧不拔，仿佛他的灵魂都在诉说着不屈的精神，让人不禁心生敬佩。要是再靠着高月香这种砸市场的热度，那电影圈里赵丽颖确实是插上了翅膀，飞得高高的。没想到现实很骨感，明明类型一样，都是讲述底层的苦难，结果最热门的女性题材，结果却是个王炸组合，以失败告终。向阳花的总分数大概停留在2亿左右，没想到这时却出了问题，不仅成绩受到了影响，还被中央媒体批评了一番，真是倒霉透了。6频道邀请了一位来自中国公安大学的副教授，没想到这位教授不仅对剧情和表演进行了深入剖析，还不断指出电影中的错误，几乎没有说一句好话，就像在一块蛋糕上寻找瑕疵一样，乐此不疲。这简直就是一场刻意安排的戏剧。监狱里有职业培训和心理辅导，但出来后却像是重新开始，生活的苦楚难以言表，暴力事件频发，各种莫名其怪的坏事接踵而至，让人感觉这一切都不真实。有位网友立刻反驳说，有些人从监狱释放后，心里带着偏见，又没什么谋生本事，结果常常再次触犯法律。那些专家的建议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，经历的事情都很直接，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场景，读起来就像是身临其境，情感慢慢进入人心，真实的让人心里发紧。赵丽颖的演技受到了教授的批评，他说她演得像水面漂浮的泡沫，显得非常浅薄，让人看了心里发毛，甚至感觉有点变形了。咱们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，这一点儿没错，就是再好的戏也未必能取悦所有人。有人觉得演员演得好，有人却觉得不够过瘾，觉得太假了。一个人若表情平静，像湖水一样，别人可能会说他内心藏着很多故事，但如果他一直不动声色，有些人就会嘲笑他，说他面无表情，像面瘫。
想要取悦所有人，就像是小船在大海中航行，根本不可能做到。中央媒体经常报道的明星总是那些熟悉的面孔，但蓝宇对赵丽颖的评价特别高，直接说她在大屏幕上演出真是太出色了。在小弟看来，湘江姑娘高月香勇敢无畏，性格刚烈中带着几分机敏，这些都被赵丽颖演绎得非常到位。去掉那些复杂的角色后，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但却更贴近现实。真实的东西自有其独特的力量，能让故事生动起来。人要是倒霉，喝水都能呛着。这次赵丽颖真是把这句话演绎到了极致。赵丽颖的新消息，一个小错误又被发现了，原来是鱼字放错了，应该是繁体字的语才对。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学问，结果不小心绊倒了自己，真是个典型的掩饰不足的例子。近年来，一说起娱乐圈里的文化水平问题，网友们总是议论纷纷。现在的常识好像路边的饼干一样，容易被忽视。那些人凭什么拿着让人惊叹的高薪？正如冯远征所说，演员最终比拼的就是文化底蕴。最近，大家开始集中火力批评娱乐圈里的酒漏鱼，那些反应慢的人真是看不下去了。听赵丽颖的访谈，感觉就像她在给大家讲课，问题来了她都有答，信息量大的好像能填满一个书包，见解深刻，思路清晰的像条直线。赵丽颖误用了鱼这个字，听起来好像她是根据网友的意见，故意这样读来表达自己的态度。外面争吵不休，风雨来得又急又猛，但我依旧有自己的路要走，这正是看破红尘的真正高手风范。有网友用以小见大来形容，赵丽颖赶紧出来澄清，大概是担心事情闹大影响自己的人气。这样的环境真是让人感慨，大家总喜欢把事情渲染得格外严重。如今的赵丽颖简直是练出来的火箭，飞得那叫一个溜。以前她在节目中用嘴去封住瓶口喝水，结果被批评得体无完肤，甚至她的背景和过去也被拿出来炒作。陈晓在感情上的确经常成为话题，但她选人的品味确实不错，和刘亦菲在一起真是如鱼得水，自在得很。特别想说赵丽颖最有分量的评价是，她的人格魅力让我觉得她真是个脾气倔的小钢铁，弯得了她，但绝对撇不掉她。赵丽颖翻着眼睛说，我就是那个厉害的角色，能让你们都不敢说话，结果我站得还那么高呢。赵丽颖的名字这些年来几乎成了努力坚韧与奇迹的代名词。她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姑娘，走到如今成为娱乐圈最有影响力的女演员之一，这一路上经历了多少质疑，多少蜕变，外界看似风光无限，但背后的沉默与坚持，只有她自己最清楚。最近她的近况曝光，再次引发热议。而更让人意外的是，网友们在回顾陈晓曾经的一句无心之语时，竟突然意识到，那句话似乎暗藏深意，仿佛早已预示了如今赵丽颖的状态。回望两人的过往，他们曾因合作而结缘，也因各自的人生选择而渐行渐远。陈晓当年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赵丽颖时说过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，他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，会知道自己要什么。这句话当时并未引起太多波澜，但多年后的今天，当赵丽颖凭实力在转型之路上屡获认可，这句话竟成了最精准的注解。原来，那句清醒不仅是性格的写照，更是赵丽颖事业与人生的核心信条。赵丽颖近来的状态，用稳中带光来形容或许最贴切。她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出现在综艺或商业活动中，而是选择了更低调、更专注的方式生活。她专注拍戏，选择剧本愈发谨慎，不再追求曝光率，而是追求深度与作品的质感。正因如此，她的每一次回归都显得格外惊艳。无论是幸福到万家中那种贴近现实的坚韧女性，还是与凤行中兼具力量与温柔的神话角色，赵丽颖用一部又一部作品，彻底打破了甜美女主的标签。这正是她的可贵之处。娱乐圈从不缺流量，
却极度缺乏能在时间中沉淀下来的演员。赵丽颖之所以能赢得央视与业内的认可，原因就在于她的自我清醒。她知道外界的热度无法代表一切，唯有实力与作品才能真正让人记住。而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，正是她在无数风雨中练就的底气。其实，赵丽颖的现状并非什么浮夸的成功场面，而是一种平衡的智慧。她懂得在聚光灯下不迷失，在低谷时不动摇。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温柔的力量，不是喧哗，不是张扬，而是一种静默的坚定。尤其是在经历了婚姻、母亲身份与事业重启的多重身份转换后，她的眼神中多了一份柔软，也多了一份决心。那是一种经历生活洗礼后的从容与通透。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陈晓那句她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许正是对赵丽颖最准确的理解。她要的不是依附谁的光环，也不是一时的热度，而是属于自己的舞台。她的每一次选择看似温和，其实都极具方向感。从农村女孩到一线女星，从花瓶质疑到实力认可，赵丽颖用时间回应了所有人，也用沉默告诉世界，她的路从不需要谁为她定义。在当下的娱乐圈中，太多演员被短暂的热度裹挟，急于证明，急于输出，甚至迷失在流量的洪流里。而赵丽颖的选择无疑是一种逆行的勇气。她不追求快，而是追求准；不迎合大众口味，而是坚持内心判断。这份淡定与克制，正是她真正赢的地方。回看她这些年的成长轨迹，会发现她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。从陆贞传奇到花千骨，她在流量与人气中摸索；从知否到幸福到万家，她开始探索更深层次的女性角色。再到如今参与更具社会意义与艺术厚度的作品，她已经从被定义变成定义者。赵丽颖不再只是被观众喜欢的演员，而是逐渐成为能够引发共鸣与思考的艺术表达者。有网友感叹，原来赵丽颖的成功是靠清醒和自律堆出来的。这句话其实并不夸张，她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可以找到努力的痕迹。她在片场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哪怕是拍摄极寒的夜戏，也一遍遍地反复揣摩角色。她在接受采访时从不卖弄情绪，而是用理性的语言表达职业信念。这样的她也许不轰动，但极具力量。从甜美到沉稳，从少女感到女人味，赵丽颖的转变不是突如其来的爆发，而是一场长期的积累与自我修炼。而陈晓那句无意中的赞许，如今成了最动人的注脚。她果然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一步步走到了那个最适合她的地方。结论来看，赵丽颖的近况不只是事业的稳定，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生长。她学会了用作品发声，用沉默证明，用时间去回应一切质疑。她不需要高调宣言，因为她的每一次出现都已经足够有力。她活成了一个真正成熟的女性，不以成败论英雄，只以初心看方向。而对观众来说，赵丽颖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个娱乐话题，它更像是一种启发。人生的高光时刻，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你用努力、坚持和信念换来的。每个人都可能经历低谷与质疑，但只要你不迷失、不放弃，时间终会证明你值得被看见。所以，当我们再次看到赵丽颖那双坚定又温柔的眼睛时，或许应该懂得，她不是幸运地站在那里，而是用无数个日夜筑起了属于自己的舞台。她的每一步都走得笃定、清醒，也正是这种清醒，让她活得更真实、更有力量。正如她自己曾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我不想去迎合别人对我的定义，我只想做最好的自己。”这句话听来简单，却足以概括她的人生哲学。而如今，她确实做到了。希望每一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你，也能从赵丽颖的经历中汲取一点力量。无论别人怎么说，请相信自己的路。人生的答案不在别人的眼光里，而在你脚下每一步坚定的前行。赵丽颖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沉默不是退让，
低调不是妥协，清醒的人终会赢得时间的掌声。不到24小时，王一博被官媒点名后身份官宣，网友激动，这次是真正的荣誉时刻。从默默无闻到全能艺人，王一博用实力击碎质疑，2年出道即登顶热门综艺，3部作品入围华表奖。冰浴火中带伤拍戏展现拼命三郎本色，演技获陈晓、蔡明盛赞。职业赛车手身份创纪录，更献唱全运会会歌传递正能量。他正以多重身份书写内娱传奇。要我说的话，如果的挑一个小说里的角色照进了现实的话，那肯定的是娱乐圈里那些故事感十足的人物。我猜大多数人脑子里第一时间浮现的肯定是王一博吧。他只用了2年时间出道，就已经登上了热门综艺《天天向上》当主持人之一了。今年他的3部作品都入围了华表奖，甚至他自己还拿到了华表奖优秀男演员的提名。要是提到王劲松或者梁朝伟，大家都会说起王一博，赞美之声不断。要是你真打算了解王一博，发现的可不止这些表面上的东西，那其实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。没过多久，官媒刚提到他的名字还不到1天，王一博就又公布了新的身份信息。甚至有粉丝打趣说，他们追星的速度都追不上王一博换身份的节奏。内娱第一人，在娱乐圈里要能得到同行的认可，又深受观众喜爱，真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不过王一博就轻松搞定这些，还被誉为全能艺人。一部《陈情令》让肖战和王一博一夜走红，也让他们变成了好兄弟。肖战曾经说过，王一博是个挺不错的男孩。肖战觉得，王一博虽然出道这么多年，但他的本心一直没变，这点在娱乐圈里真是挺难得的。当年，王一博凭借蓝忘机这一角色走红，可没多久，就有一些网友开始质疑他的演技，觉得他表演上还不够成熟。不过，王一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可真是拼了不少努力，不断在提升自己的演技上下功夫。当年，冰浴火的导演傅东育问了王一博一句：“你吃苦得了吗？”双引号，他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了自己到底行不行。他靠着一种直来直去的感觉，让傅东育相信了他在健身增肌方面的实力。再者，在拍戏的时段里，王一博是真的挺拼的。冰浴火里动作场面挺多的，王一博在拍那一场追逐戏的时候，不小心踝扭了。当天雨下的挺大的，王一博也就打了个真封闭，没怎么保暖，就直接上场了。就是担心裹上保鲜膜会影响他的表现，所以才没有那么做。还算幸运的是，王一博的努力没有白费。这部剧一播出，王一博扮演的陈宇屡次登上猫眼的角色热度榜第1名。不少观众开始对他的演技态度有所转变，觉得他在这部剧里确实有了明显的提升。和他合作的陈晓对王一博的评价也挺高的，夸得不少。陈晓说，王一博在演技方面相当有天赋，搞得整个团队都挺惊喜的。说到王一博的时候，他的嘴角忍不住往上翘，露出一抹笑。再说了，连老戏骨蔡明都在节目里点赞，说王一博条件不错，还特别勤奋。在《一路婆花》这个节目里，蔡明和新晋演员牛在交流演艺体验的时候，特别提到了一博。他说，王一博拍戏的时候，反复来回拍，直到自己满意为止，从来不抱怨。蔡明说这番话，既肯定了王一博的表现，也为其他新晋演员树立了一个好榜样。要是同行的夸奖还不能完全显示出王一博的优越，光靠那些直白的数据就能完全看出来了。在乐华公司里，王一博绝对是最顶尖、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乐华的业务主要分成3个部分，其中艺人管理这块比重特别大。王一博为公司带来的收入连续几年都在增加，去年他贡献的营收比例超过了60%。这些数字的背后，都是市场和粉丝对王一博的肯定和喜爱。不过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
王一博的实力远不止这些，官媒的一条动态又让他再次站在了聚光灯下。多面人生，除了演戏之外，王一博在运动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。在娱乐圈里，很多明星都挺喜欢赛车运动的。王一博实际上就是一位职业的赛车手。在上海8小时耐力赛中，他的车队拿到了第2名，而他自己还打破了一项纪录。这回比赛里，他在排位赛上创出了自己最快的1圈纪录。王一博的精彩发挥也引来了央视体育和新华社的关注，纷纷发文为他打 call。这无疑说明了他在赛车圈里的表现得到了高度认可。不过，新华社刚发布了报道不到1天，王一博又迎来了一个新角色。新华社发了文章，王一博为了即将举行的第15届全运会，献唱了会歌，气势如虹。何牧阳在接受专访时特别提到了选择王一博来演唱这首会歌的原因。他说，王一博那种充满青春朝气、积极向上的气质，跟全运会的主题挺搭的。再说了，他的唱功也挺棒的，能把这首歌传递的正能量唱得淋漓尽致。作为第15届全运会会歌的演唱者，王一博也帮着宣传推广了这届运动会。其实，这已经不是王一博第一次 involvement 在国家级的项目上面了。早在2020年冬奥会的时候，王一博就被授予了冬奥文化推广大使的身份。而且，去年王一博还为巴黎奥运会带来了一曲《龙腾》。今年年头，他还演唱了今年亚冬会的主题曲《点亮亚洲》。从娱乐圈到体育界，再到国家重要场合，王一博又一次展现了新的身份。作为15运会的会歌演唱者，他用动听的歌声传递了运动的精神，也充分展现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偶像应有的格局与责任感。你得晓得，这次15运会的分量可一点都不轻。这场比赛由粤港澳3的一块搭伙承办，规模宏大，水平一流，影响力也是杠杠的。王一博能加入这次活动，确实体现出了他在国家级文化体育盛事里的位置挺重要的。消息一出来，立马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，大家都忍不住为他感到欢喜。有的人还打趣道：“我跟咱妈的品味真是一模一样。”双引号。王一博从赛道上的非迟到为15运会献唱，凭借多重身份树立了一个榜样。不到24小时，王一博被官媒点名后正式迎来新身份官宣。这一幕不仅令粉丝们沸腾，也让整个娱乐圈再次陷入热议。有人说，这一刻是他努力多年的最好证明；也有人说，这是属于他与时代交汇的荣耀瞬间。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，这个消息都像是一道闪光，照亮了王一博这一路走来的脚印，坚定、安静，却从未停下。从青涩少年到如今被官媒肯定的公众人物，王一博身上有着一种罕见的稳重。他不张扬，不博眼球，却用实际行动一步步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这次新身份的官宣，不仅仅是一次职业上的跨越，更像是一种价值与信念的被认可。官媒的点名代表着国家层面对青年力量、榜样人物的关注与肯定，而王一博之所以能在24小时内从被点名到官宣，绝非偶然，而是他多年如一日的努力积淀和人格魅力自然发光的结果。其实，这样的时刻并非突如其来，而是必然。还记得他刚出道时那个沉默寡言、只会低头练舞的少年吗？那个时候的王一博几乎不说什么大道理，只知道我喜欢跳舞，我想做好舞台。从《天天向上》的主持台，到《陈情岭》的蓝忘机，再到《无名热烈》等银幕作品，他用作品证明自己，用行动诠释职业精神。每一个转身都不喧哗，每一次突破都无比坚定。他像是一棵扎根在土地里的树，不会因为风浪而弯腰，而是默默生长，终有一天会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官媒的认可更是一种象征，它意味着一个人不仅仅被看作流量偶像，而是成为能代表青年群体正能量的象征。
王一博在公众视野中一直秉持用行动发声的态度，无论是他在赛车赛道上的拼搏，在剧组中反复琢磨角色的执着，还是他面对镜头时的平静与礼貌，这些都构筑了他被看见的力量。他没有依靠炒作去维持热度，而是用真正的实力和职业精神赢得认可。而这次的身份官宣，似乎也印证了天道酬勤这4个字。很多时候，努力的人未必立刻被看到，但只要他真的用心生活，总会有一个时刻被光照亮。王一博从来不是那个会主动喊话我想红的人，他更像是那种默默做事、静静发光的人。当一个人把目标放在做得更好而不是被看到，那他的成长自然会成为别人无法忽视的事实。回望王一博这一路走来，每一次转型都不是轻松的。演员、歌手、主持人、舞者、赛车手，每一个身份的背后都是无数汗水与压力的交织，但他总能把不同领域的挑战转化为成长的契机。正因如此，当他站在官媒认证的新起点上，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年轻偶像的荣誉，更是一个不断自我进化的青年榜样。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、娱乐浮躁的时代，很多人追求的是热度，而不是深度。但王一博的存在，恰恰让人看到另一种可能，原来沉稳、认真、踏实也能赢得掌声。原来不说大话、不造噱头也能成为榜样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了年轻一代，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于一时的热闹，而在于长久的积淀。我们常常羡慕他光鲜的外表，却忽略了背后的孤独与坚持。凌晨的训练，深夜的剧本研究，赛车赛道上无数次的摔倒与再起，他从不在社交平台上炫耀这些努力，只是默默去做。就像他说过的一句话，我不太会表达，但我会用行动证明。这或许就是他能被官媒认可的根本原因，真实、专注、值得信赖。如今的王一博已经不再只是流量明星，而是一个有责任感、有担当的公众人物。他懂得如何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传递积极的能量，也懂得如何在被聚光灯包围的同时，仍保持心中的宁静。这种内外兼修的成长，才是真正的成熟。当网友们说终于等到这一天，那不是一句简单的祝贺，而是无数见证他成长的心声。那些陪他走过低谷的粉丝，那些看着他从青涩少年到今日成熟男人的观众，都知道这一刻的荣誉来之不易。它是时间的礼物，更是坚持的回报。在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，能够被官媒点名，获得官方认可，意味着不仅是个人的成就，更是精神层面的肯定。这种肯定不仅仅属于王一博本人，也属于所有在自己领域中默默努力、从不放弃的年轻人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王一博的经历总能引发共鸣，因为他不是完美的偶像，而是真实的青年。他会累，会紧张，会焦虑，但他不会退缩。他让人看到，即便是身处名利中心，也可以保持初心；即便面对质疑，也能用实力回应；即便生活繁忙，也能心怀热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王一博的新身份官宣，不仅仅是一个标签的变化，而是他成长旅程的新篇章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年轻人，只要你足够努力，命运一定会回应你。也许不是今天，也不是明天，但总有一天，你会被看见，被认可。最后，想对正在阅读这段文字的你说，如果你也有梦想，不要轻易放弃，不要被短暂的挫折打败，也不要被别人的光芒吓倒。王一博从不在意他人如何定义自己，而是专注于我想成为怎样的人。他的故事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成功不是被多少人喜欢，而是你能否坚持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未来的王一博还会有更多身份，更多挑战，但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那份努力与真诚永远是他最珍贵的底色。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能从他身上看到坚持的力量、热爱的勇气与前行的信念，也许
就是他最想传递给世界的温度。因为当一个人足够真实，足够努力，光就会自己来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